嗯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啦。今天请到了这个唐小姐回来啊，跟我们探讨这个性的话题。那最近呢，因为呢，在一个朋友的群子里面呢，就聊起这个性的话题，然后我觉得大家对这个 topic 的看法有很多差异，大家也有对性的定义也不一样，跟那个性的工作者的那个看法也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一下的话题。那个唐小姐，你那边你觉得你对这个方面有什么看法？嗯可以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可以啊。其实是这样哈、就是那个之前在他那个群里面，其实大家聊的是怎么解决这个性交易这个问题嘛，是不是？就是啊？卖淫工作者这个问题，然后就大家嗯出了很多主意啊，什么就怎么在教育上面下手啊，对，然后提高那个大家的这个素质和生活保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在技术上面入手嘛，对吧？对啊，对啊，然后怎么样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代替人来解决这个人的性需求的问题，我觉得对，都挺好。但是就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技术层面问题可能都更相对于容易做一些，容易解决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做机器人也好，然后你甚至立法，甚至就是你靠这个行政命令去约束它，然后呢去在教育上大量投入，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好解决的，而不好解决的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怎么说？就是说，卖淫，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卖淫是一个最古老的职业嘛，对不对？对啊，对啊，一直都有。就是有人类社会以来就会有卖淫这样一个活动，对对吧？对不管是就是可能最初的卖淫是人还是不是现代人类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原始人时期的时候，他就是雌性为了要填饱肚子去出卖自己的这个交配权，就是他会有这样一种行为嘛，对吧？对对，所以，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它其实算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靠着社会的进步可以去完全消除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觉得就是 对，human nature 嘛，就是本来的人性的一个基嗯本基本的东西嘛，就一个基本需求又好，一个基本的那个欲望也好，就是每个人天生就会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根本不用去压制它或者去反抗它，就让它存在就可以了。就我们应该去嗯，celebrate，不我不是 认为这 hurt。个东西是就是说存在即合理，有些东西存在即合理是就与生俱来，它便是对的嘛。就它合理，它存在可能合理，但是它并不是正确的。因为你人类是在进步，你的科学技术，你的这个物质是在进步的，但是你人性其实也是需要进步的，对吧？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你所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条腿走路嘛。对啊，所以我对是我是认为说，它人性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人性它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嘛，对不对？人性里对。面也有兽性，所以我们不能说兽性存在就应该去任凭它去发展，那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有道德，要有这个法律去约束人类的行为呢？你能我说的这个你能理解吗？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是理论性的问题了，因为在我个人来看，就是嗯说，就是咱们人类就总喜欢把东西分对与错嘛，但是问题是这个对与错这个标准随着时间会一直在变，所以说这个永远在变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判断它，因为它
但是问题是，这个人性的那个基本需求它是永远不会变的嘛，就好像吃喝拉撒，然后性，这些是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是两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跟你讲，Max，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两个问题，你说的是性需求的问题，我觉得性需求的问题不一定去靠卖淫来解决，对吧？这首先你 OK 吗？其次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聊的并不是说人类的性需求需要满足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卖淫这个现象怎么让它消除。因为实际上我们现代人赋予卖淫的这个定义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我的这个教育基础哈来讲的话，我认为卖淫它其实牵涉到的是一种压迫嘛，是一种剥削嘛。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实际上是一个强权对弱势的一种剥削。这个它是体现在这个性方面的。你这个观点，所以就是说，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性需求的一个问题，它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压迫，就现代人赋予它的一些这个意义嘛。那我们怎么样去消除这种压迫？实际上是就昨天其实，在群里面大家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我理解嘛，就是说这个先解题嘛，对吧？那你性需求的解决，你有很多手段，但是就像我们昨天聊的，你解决这些性需求了，但是你可能仍然消除不了这个卖淫这个东西，这个现象，那这个东西是要怎么解决？对不对？但是我的观点可能跟你不一样，就在这个点上不一样。就是第一，我先说清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sex 这个性的东西就应该去 celebrate， 然后去 celebrate 就是就会形成什么样，就是形成一个正向的去看待它，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需求的一个东西嘛，就我们去 celebrate 就是食物文化嘛，就好像中国的食物文化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那个深远，然后也影响很大，大家也是非常去正面去看这个东西的发展，它的文化的深远程度，对不对？但它这个吃的这也是人类的一个刚需嘛，基本上，然后性也是，但是问题是性这个刚需这个东西就被人类没有把它 celebrate， 反而去不停的从不同的角度去打压它，让它看起来很肮脏，就很不入流的。但是它是一个，它其实在我的眼里，它跟食物是一模一样啊，它跟我们的其他的所有的 desire 都是那个根都是同一个根出现的嘛。所以说我的观点是，第一，我是对他是这样的看法，然后再把它绑定到去这个现代的这个工作，就是 sex work， 就是现在的人利用这个东西去做交易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刚刚就是一种解决这个需求的一种行为，是其中一种嘛，因为我们也要有说到你可以就是用其他的工具啊。或者去用那个新出的那种娃娃什么其他的，那些都是那种手段嘛。然后这个 sex work 就是这种妓女也是一种手段，其中一种。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手段你说出来，你都是不是把它发扬光大，也不是很好的把它拿出来讨论。你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被标签为是一个污蔑的行为，或者一种污蔑的思维，或者 dirty thoughts，right？ 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类不应该在这个根本上就不应该这样去看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是去用一个比较正面的事去看或者去探讨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你刚刚所说到怎么去就是那些性工作者会被剥削啊这些呢，这个的确在以前的社会，它的确是一个，因为以前是男权主义的社会比较大嘛，所以说女性本来她就是没有什么权利，然后她在这个情况下，她在做这种工作的情况下，她就更加被整个社会去鄙视。就第一，
它这个鄙视的根源，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他没有celebrate 这个 sex， 他没有好像对待食物一样去看待性这个东西，所以说他本来就大家在他在他的根子里面，他在脑海里面就已经定性为这个东西就是脏的，所以说你再做一次脏活的话，他就更看不起你，而导致到你所说的那种趋势，就是说那些女人或者什么的都被迫害啊，被强奸或者殴打乱七八糟的都有，这个我明白。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就2023年了吧，就你应该我们就现在再去探讨这个话题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新的观点与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要改变或者推进这板块的话，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去定义这个性。如果是按我的看法，就是说它性是一个好事。然后呢，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平衡呢，已经去到一个点，就是说女性有一定的那个发言权，女性跟男性的那个权利的平衡，已经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已经去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然后还有最近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科技出现嘛，然后就你要知道，就好像国外之前就是 COVID 那段时间 lockdown 那段时间突然间呢有一个平台跑了出来，那个平台叫 OnlyFans， 然后 OnlyFans 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就是好像 YouTube 一样，但是就是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放一些色情类别的片段，然后就自己去在上面收取那个 sub， 就是你现在在 YouTube 你可以去join 一个 channel 的粉丝，然后每个月给15块好像5块那样的钱吧，所以说他那个平台就变这样形成了，但是他那个平台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当初这个 COVID 的时候，就每个人都锁在家里，然后大家就需要有这个需求，然后去利用了这个需求点，让那个平台爆发了。然后就因为有了那个平台的爆发以后呢，可能就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令我觉得这个性或者人类对性的这个看法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因为之前在这种平台流行之前呢，那些女的呢，她可能会需要她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去获取客户嘛，就比方说，我是一个想进入这个行列的，是做这个性工作者的话，那我怎么去找到我的客户？我怎么去包装自己？我怎么去推广自己？我怎么去不被这个所谓的鸡头或者其他的黑势力利用？之前我可以保障我自己的那个利益呢？之前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也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模式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就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新的互联网平台，然后大家也接受了在这些平台里面去做交易就有一个新的模式出现，就是你可以就好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一样的思路去做，你可以去自己利用网上的资源去收纳自己的粉丝，然后叫那些粉丝在线上帮你买单，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去做一些或者接一些你觉得不靠谱的客人或者去一些你觉得不靠谱的地方，你不用去冒那个险了，因为你在网上你的那个主导权在你的手里了嘛，已经，因为你就是那个 YouTuber 一样，你什么时候放片上去，你什么时候拍照放上去，或者你什么时候去接那些什么不同的服务的那种 request，他们那个就是你上面你的粉丝可以要求跟你做一个1对1的那个webcam或者什么都可以，就是付费问题嘛。所以说，当有这些科技出现，然后整个社会也接纳这些科技的时候，主导权回去到那个女生的手上的话，我觉得整个 dynamic 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根本就整个产业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透明，然后非常可控，然后也非常安全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在现代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如果还是要用十几20年前那种中国的环境或者以前旧社会的那种机制去看待现代人的那个对性的欲望或者对性的这种
服务的那个要求或者对新的服务的那种交易，整套的体系去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过时了。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个转折点，现在这个转折点去往前往以后看，看看怎么可以更好的把这种流程或者这种商业模式把它优化，把它更加的manage， 更加很好的 manage 一点，然后让全世界更多人他们需要利用这样的平台或者需要做这样的工作的人，让他更安心的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也让全世界更好的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工作，然后看待他们这类型的服务，不要就不要再用那种以前的那种眼光去看待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去想。OK，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我有听到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如果说有一天像你想象的这样，就是他所有的就关于这个性工作的这些配套设施啊，这些技术层面啊，它可以很好的解决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的话，你会鼓励你身边的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吗？你的亲人，你的女朋友？我没有，那他们去选择怎么去做是他们的事啊，我也不会鼓励啊。就是说我很难就是说，想象，首先你不鼓励，对不对？如果说我得看情况吧。如果他同时真的有一份比较 decent 的工作，你先听我讲完嘛。对，他同时，比如说他同时说我要去一个企业里面做高管，或者说我要去企业里面就很简单嘛，做个程序员或怎样，对吧？就有一个基本工作，然后或者做 PR 这种，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和这个所谓新兴的这个性工作者，那可能收入都差不多。你会鼓励他说？那他说啊，OK，我不知道我要如何选择，你会鼓励他去从事哪一个行业？我当然不会去鼓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人还不行。但是问题是，对，所以我是说，有一天如果说这些东西都完备的话，你会不会这样？我问的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对，如果有一天真的去到那种很完美的状态的话，我会考虑，真的，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之前去做一些 research 去这个 topic 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想跟你探讨这个舔狗的那个文化嘛，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有了这种舔狗文化，因为有这种舔狗文化才可以支撑的这个产业往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方向去推动。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舔狗文化的话，他们就没有那帮人在那帮粉丝去做一个给他一个基本的那个推动，让他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个不是怎么讲，就是说舔狗文化并不是一个支撑他们去掏钱的这样一个原因吧，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原因。不是，当然这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这不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重心呢。其实你还是没有听明白我之前讲的这件事情。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性本身是肮脏的。我也认为性是应该 celebrate，对吧？性值得 celebrate。但是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去从事这个卖淫活动，这点我是怎么讲？你可以说我是反对的嘛？对不对？我明白啊，我明白啊。就出卖色相，然后就它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就 OK， 咱们就这么讲，最简单的就说，如果就刚刚你想说这 OnlyFans 上面这些事情，其实这些工作全部都可以由机器人来代替，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到的。对 ，OK。可以。那如果说性是可以 celebrate 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花钱呢？
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说刚好我也有需求，你也免费的，有需求，我们互相都有需求，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去干这件事情？对我为什么要买你这个商品？对，因为这个就是包在我看来，装问题啊。食色性也这个话是没错的，对吧？在我看来，食色性也这个话是没错的，但是食物的提供者是它本身的素材是从自然界提供的，肉也好，蛋也好，蔬菜也好，食材，然后由一个就是技术很好的厨子帮你做成一道美味的菜，对不对？充满创意，对，非常好吃的东西，对，这个是人享受美食，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对。但是性工作者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当做食材，对啊，就是他是给你吃的那个，他自己不是厨子，你懂吗？哎，那你看，他自己是食材，我对这个实际上什么？实际上你如果说你把那个就是说厨子给你提供美食做一道菜和性工作者这个东西能够联系起来来类比的话，那相当于是说你就是在物化女性，或者说你就是在物化那个卖淫工作者。我要反对。你没有拿他当人来看，你懂我意思吗？我先反对。他是你的桌子上的一道菜而已。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就在这个 point 上，我的看法就是说，第一，这个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因为你可能不知道那些成功例子，因为我了解过之后，我找到好几个那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你先不要想象说他这个 OnlyFans 或者这帮女孩啊，他们只是就是去直接接客或者什么，他有可能是真的没有去接客，他可能就是拍一些片或者什么放上去。但是懂得包装的那一批人，在这个平台上或者利用这个平台的卷起的时候，真的赚到很多很多钱。然后有几个很独特的例子，有一个呢，他是一个他本来就是那种游戏博主嘛，就是做那种游戏直播的。他利用自己的游戏直播做一个接口，然后再引流去他自己的那个 OnlyFans 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基本上可能就那个期间短期内就每一个月找到了就 1.5 million per month， 就150万一个月左右的收入，就那一年之间。就最火那一年。然后他现在也一直在做那个游戏直播，所以说他的那个 fan base 已经非常非常大，这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昨天我看到新闻，就是其中有一个 OnlyFans 他那个他在那个上面赚了钱之后呢，他干了什么呢？他就出去外面去买了很多那个房子，然后呢，他把那些房子呢，基本上用非常低的价钱呢去租给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家庭，就是之前就最近不是经济不好嘛，就 inflation 嘛，就很多家庭就逼迫的就生活很困难。他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去赚的那个钱，我说的影响力是他可能就利用自己的那个 body image， 他就利用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力，然后包装成为那个他在这个色情界里面的一个明星，然后他利用了这个之后换取了资源之后，他再把这个资源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建立更好的社会。我觉得就是我们先不要把这个东西定性为好与坏嘛，就是说总会有，当然总会有大部分人只是在上面凑个合，然后就脱个衣服或者什么跳舞什么的，然后就希望那些粉丝给他钱，总会有这帮人。但是也有一些非常突出的懂得包装自己的，很好的利用了这些平台去得到他们自己所需求的金钱又好，名利又好。然后他得到了之后呢，就很好的去利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性的或者这种性的商业逻辑的文化里面，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这个块的。但是你看看，好像美国你现在最火那些明星，好像那个什么 Kim Kardashian， 你知道吗？那个 Kim Kardashian 就是那个什么金卡戴珊的。我知道 Kim 你知道吗？ Kardashian。对呀。OK。然后你看这个 Kim Kardashian 在美国的影响力是基本上是 No.1 的了，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出名吗？他不是上那个真人秀什么？不，对不对？他
上真人秀了以后，他不是给做了自己的什么品牌这种？这个是他出名以后做了真人秀，然后把真人秀再利用真人秀把自己的品牌做大。但是他出名的时候，是因为当初他跟自己一个男朋友什么的有一个 sex tape， 就是他们自己在家里做爱的时候就自己录下来玩，然后那个 video 露了出来。然后露了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通过自己的手段就炒作这事情，然后炒作到当年是美国就最 hot 的 topic， 对不对？然后他利用了这个点之后呢，就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然后呢就通过家人的帮助啊，然后因为他也有一些家庭背景啊，就把他这个整个人设啊就炒作起来之后呢，就搞好像你说的那个真人秀啊，然后其他的一连串的产品啊，或者去外面做那个代言啊什么的，然后就现在的变成了一个，就他基本上是有一个 multi-billion 的一个 empire 了。所以说在这个外国他可能看到有这些案例，因为在他这个 Kim Kardashian 之前还有一个 Paris Hilton， 你应该知道 Paris Hilton 吧？这个我知道，对，这个我知道。Paris Hilton 当初也是一模一样。Paris Hilton 年轻的时候也是拍了一个这样的片，然后当年也是这个片露了出来，然后他也是借助这个东西去把自己炒火了。但是 Paris Hilton 没有 Kim Kardashian 之后这么成功，因为他没有继续延续下去，去做得很好。但是就是说对，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些案例，然后呢可能这些案例它的成功的原因可能背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家庭背景或者是不同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个转变吧，就是由这个性的明星或者这种由性产生的一种丑闻变成一个可能让他致富的一个流程。之前可能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就因为有了这种 OnlyFans 这些platform 啊，跟着其他的 platform， 可以让很多其他普通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个渠道去做一个跳板，让自己就是包装自己的身体又好，包装自己这个人又好，去利用这个平台去做个跳板，然后达到自己想去到的那个高点。那当然这个可能是以后我们会可能看到更加多的例子嘛，因为这个性这个东西就大家都是一直在追求嘛，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这样的那个条件或者什么的话，然后你的本来的想法就按照这种跳板的去做的话，你真的很有可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点，就是可能就是你普通的工作去不到的，或者你普通的生活本来的那个人脉没有办法令你去到那个位置的，就是在我的看法里面，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些科技的出现，可能会更加多的这些案例会发生。因为真的很离谱，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很出名的那个rapper， 就是说唱的，然后他本来是好像17岁还是什么的，就反正他就还没够18岁，但是呢他在他18岁之前呢就一段时间呢就做了很多这种跟粉丝互动什么的，然后就说着在18岁那天他就会去 OnlyFans 开一个账户。然后呢，就教人家都开始关注他，然后他去到那个18岁那天当天，他就真的去 OnlyFans 上面就是发了那些贴出来，然后发了图片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在那短短的18岁的过生日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赚取到15 million 的这个美金的这个钱，然后也帮助到他在这个就是他的那个音乐方面更加火，更加多人气。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有人懂得包装自己，然后好好利用这个市场的话，你是可以做到很多你以前根本没有想象的东西。你所有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基于说他要可以怎么样赚钱，怎么样赚取更大的这个影响力，然后把它变化为资本嘛。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跟你聊这个问题最大的分歧的点。那但是就我不认为说这些东西能创
创造出很多的资本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但问题是，其实你这些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渠道嘛，都是手段嘛。对啊，就我怎么样利用互联网，然后去卖东西嘛，实际上是在站在这个层面来讲这个事情。那把它换成毒品也 OK 吗？对吧？可以这样说，但是问题是，对啊，所以就是说，但是我在聊的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实际上是需要整顿的，是需要修正的。没有，我并不是说性行为是需要修订，我是认为说这种就是在网上也好，在社会中也好，去贩卖性行为这个问题是本身是需要有一些那什么的。那你说如果说是我打一些擦边球，对吧？我做一些色情这些东西，打一些擦边球，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被社会允许的话，我觉得它要存在更多的这个层面去聊，比如说文化问题啊，比如社会包容度问题啊，道德问题啊，伦理问题，就是说它社会它其实是面对这个问题，它有不同的这个容忍度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我一开头不是已经定性了吗？就说第一，我们先是用 celebrate 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 celebrate 是性行为本身，而不是说贩卖性爱，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并不是说我 celebrate 可以就一定要去做买卖这个行为。你可以选择不做买卖，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用 celebrate 的眼光去看的话，我们去看看这个东西的未来的发展的那个好的那一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说以前的性工作者或者那帮人那群人他是弱者，他是被剥削的嘛，对不对？那我就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新的案例，就是说这些性工作者他的权利在他手上，然后他不被剥削，然后他反而是利用了这个东西做出一种杠杆的效应，让他所获得的利润比之前高好多倍。所以说这个转变就是我所说的那种 celebrate 的转变嘛。就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以前那样，如果你是性工作者，你就会被剥削的话，我就觉得已经不是事实了。就是现在我认为本质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剥削和压迫。我认为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就是变体和假象吧。那他怎么是被剥削？如果那个控制权跟那个什么都在他手上的话，他怎么变成了被剥削呢？首先他去从事这个工作就是一种剥削。为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性爱是可以买卖的嘛。对啊，那为什么是一个剥削？就他自愿的或者他根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他首先陷入了这个他人被物化的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这些行为全部都是在这个语境当中发生的事情。那好，他陷入这个规则里面去了，就是这是一个游戏规则嘛，相当于。那我们先 redefine 本身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应该存在嘛，就是不完美的。不，那我懂我意思吧？所以我要先问清楚，你所谓的这个把人物化这个定义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性行为是不应该被交易的呀。既然你 celebrate， 既然它是很美好的东西，既然它是最原始的东西，就是你就不应该去消费它，你应该去享受它，因为你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力，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啊。对，他可以消费它，但不等于他就不会去享受它，这个没有冲突啊，这两者是一个 balance 可以享受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当成，就好像就是说我给你这么那个，我给你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如果说你认为机器人这个东西，就 sex doll 这个东西可以解决这个卖淫的部分问题，那实际上就是说你认为这些卖淫的人之前就是 sex doll 没什么区别的。那你实际上就是在把人物化呀。那但是问题是你这世界上有工作的话，你就是把自己物化卖给人家，就你去打工，你本来就是把自己，那是有边界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但是问题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这样。
这样理解的，这个东西是有边界的。不，你这个边界是随着时间跟人类的历史发展会一直在变的嘛。因为这个我就一开始不是说嘛，咱们的这个道德边界或者这种道德理论啊，或者对与错的这个看法，永远是随着人类的历史改变的时候就一直在变嘛。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定理，也不是一个真理。因为如果它一直改变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真理啊。因为如果明天突然间全世界好像我说那样都 celebrate 这个 sex， 然后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然后它就好像一个普通工作一样，就好像你去麦当劳帮人家去卖薯条一样，这只是一个你出卖你的时间，你出卖你自己这个个体的一个contribution，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整个世界的那个世界观对这个东西本身的那个本质那个 fundamental change 的话，那它的定义或者定性就好像你说的就已经会改变，然后所谓这种物化或者这种那个道德的边界它就会消失掉啊，或者就变成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分歧就在这点，就是你认不认为性行为本身是一种劳动？我觉得你上班是一种劳动，对不对？对，你上班赚钱，就是坐办公室也好，你去做体力劳动，扛大包也好，对，这种是一种劳动。你认不认为性行为本身是一种劳动？我觉得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她可以回家跟她老公、跟她男朋友去做爱，然后同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他工作的手段，他每天可以要跟上百个人做爱，对，就是他的工作。你认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劳动？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劳动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基础就没有了，就是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基础就没有了。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它是劳动，这才是问题嘛。但是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计算，它就是一个劳动。他就好像说那些明星3级明星，他去拍一个片，去签什么电影公司，他是有合约的啊。他就说我每次出镜我要收多少钱，我要拍多长的那个镜头，我要收多少钱。他们有一个 contract， 那个 contract 就是一个 employment contract。他本来就是你在电视看到那些明星，他做一些色情的东西，他也有他另外的价钱，就好像就普通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明星要跟一个男的亲个嘴什么的话，他可能是他 contract 之前没有，然后导演要加上去，他一定也会加钱啊。那如果他已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钱去衡量的，去给他一个待遇的东西的话，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作呢？他本来就是因为他没办法用人来用，就是我就是还是我回到我刚刚我跟你讲的那个嘛，你把人当成食材，你可以去衡量食材的价钱，但是你能衡量人的价钱吗？但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很难啊，有哪个人？我们现在衡量的并不是人的价钱，并不是人这个东西的价钱，你知道，我们衡量的是人，是你的工作能力的价钱，对吗？那我们衡量的不是你这个作为一个人本身的价值。对啊，那这个工作能力也是一样啊，就好像说，我就比方说那个工作能力就是怎么去显示，就是那个 OnlyFans 上面的那个 platform 上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说的这么厉害的。然后他在那个平台上面，他怎么展示自己，怎么包装自己，怎么去跟粉丝互动，这个是一个平台它本身的定性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不是定性问题，我就是说这没有，这个就是现代的性工作，你明白？这就是 modern sex work， 就是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认为它是一种 bad influence， 你知道吧？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拿出来很严肃的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major 的东西，它不会大流行，对，不会以后成为一个主流，它不是 major。但是对我来看，就是看最近的那个情况来说，我觉得它已经非常主流啊，就是在上面的用户。但是我跟你讲 ，OnlyFans 在国内没有人知晓这个网站。但这个是因为国内的那个火墙的问题嘛。但是在国外，我跟你说，就基本上80%的网民都知道，然后上面的那个活跃用户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不重要了，这个对，这个不重要。对啊，那实际上，其实你要聊的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新的一种传播方式嘛，给现在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转变嘛，带来的一些变化，对不对啊，但是问题
那就是上面的那个 sex worker， 他也是工作啊，就是他可能以前要跟着那个头，然后带他去某个地方，然后在他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下去接一些他都不认识的客人，或者要去某一些他觉得不适合的地点去做这些东西。但是问题他就算以前他这样那个过程也是一个 work 啊，因为他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那个。但是我 OK 我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说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行为在讨论？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纯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东西去约炮呢？对不对？但是如果约炮的话他就不会收钱啊。没有，我只是说我站在这个。对啊，他为什么一定要靠这个东西去收钱呢？是因为他找不到更 decent 的work？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还是怎样？有可能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说那还是剥削啊，那还是因为他是弱势群体啊，或者说他可能因为懒，他不愿意上学，他不愿意对啊，努力也有可能啊，去学高级的工作或怎样。对啊，对啊。但是问题他提供了一些很廉价的这种所谓的娱乐服务嘛，对吧？所以说没有。我们先不要定性为廉不廉价，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嘛，大家都懂啊。不是，我不是说按照价码来，你看我跟你聊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明白我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上。你就觉得在这个道德层面上，就是你解决不了人本身的问题，你知道，你可以解决经济的问题，你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人本身的问题。就是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human being himself? You know？ 他可以爱呀。就是你知道你懂吗？我懂。就是你会爱一个，比如说你女朋友是做这样一个工作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所谓性工作者，她每天可以接几十个人，然后赚很多钱。你觉得你 OK 吗？我不 OK， 但是问题是世界上面，所以说呀，你世界上不 OK， 你为什么要鼓励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同意啊，我没有。第一，你不要那个误会，我是同意或者我是在推广，就是我只是说现实上有这些的存在，所以说如果现实有存在，那它存在就一定是对的吗？我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对不对？存在可能合理，那为什么对的吗？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你母亲也好，你妹妹也好，你的女性亲属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是会鼓励他们继续做，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大，还是说你会劝他们不要去这样做呢？所以说我就对吧？既然大家都可以 celebrate， 你去鼓励他去 celebrate 吗？就是这个问题吗？我不是在跟你吵架哈，我知道，我在跟你就是我明白，但是我就说希望就一开始的话就先把这个对与错放开一边嘛，因为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对与错的这条线或者这个眼光，它是真的会随着时间会变嘛。我只是想表述就是说，以我可以 research， 通过我自己去 research 去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了解到他实在，你想想嘛，就是好像这种拍 A 片那些明星嘛，他最终是不是就是孤独到老了？他也不是啊，有很多那个 A 片的女性，她最后也是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虽然他是在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成为大众嘛，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就是我们探讨 A 片女星她是不是那个孤独终老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但是我就是去解答你这个 love 的问题嘛，就是说他自己没有。第一，我不是说你或者现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会一定要去这样做，但是我们就说先把这些对与错的观点放在一边，咱们先看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着什么事情，对不对？就是我先给你解释一下我的对与错的标准。我认为这个东西对和错实际上是站在人性的本身在讨论的这个问题。这首先你能理解吗？但是问题你怎么你怎么人应该把自己活得更像是人，而不是说把自己活得更像是所以你这个观点就是不是出于在 celebrate 这个东西啊？你这个观点就是好像以前那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肮脏的嘛。去这个性行为性工作嘛，对吧？我明白，但是卖淫啊，这个对呀，但是整个性交易这个，因为实际上你牵扯到交易了，就是把这个东西物化了嘛。你懂我意思吗？我明白，但是问题是，就好像爱情是可以买卖的嘛，是一样的道理。但是问题现实上就是这样子啊。
你不可能否定就现实，咱们就是就算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买卖啊，就你看那个什么相亲啊，他要说条件啊，然后又这样的，对，他本来就是一个，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定性为一种利益上的交易，就是跟甲方跟乙方一样去谈嘛，对不对？在我们对啊，现实的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被消除的呀。我认为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被整顿、被整改的。所以你看，现在国家有出台这个关于这个高价彩礼的这个问题嘛，对吧？对啊，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要把这个东西定性为对与错呢？我们不可以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到某个点的话，就会有这些情况发生，然后这些情况发生，它的发展之后的演变就会改变我们的道德观念，然后我们就对这些事的看法的对与错的那个临界点就会越来越模糊，然后有新的看法会出现，因为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OK，maybe 我觉得是这样啊，maybe 我们现在对于 LGBT 这些人群的这个阈值是在升高。对呀，对吧？这也是一个例子啊，也是 example。为什么对于卖淫这个东西还是没办法？就是在大多数，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说你自己的个人看法，但是从这个世界整个大的趋势来讲，对于卖淫这个看法，大家还是就是讳莫如深也好，把它当做禁忌也好，把它当做不合法的东西也好。为什么大家还是这样？就是说它实际上它牵扯的不光是一个对于你性开放度的问题。明白吧？它其实是更多的是讲说是一个落后的行为，落后的这个现象在社会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你可以理解吧？这个我觉得你我理解啊，我明白。但是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些观点，所以我们才值得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吧。要不然的话没有讨论空间。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落后的现象，但并不是说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然后我们的变成那个 open-minded 了，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些落后的事情的发展，反而是因为我们应该是用其他的方式去代替也好，去消解它也好，去进化它也好，对吧？并不是说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 open-minded 我们就可以允许这种东西出现。第一，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去控制它，就是我觉得人类本来就没有权利去控制它，它更控制不了，因为从历史到现在根本就控制不了。但是它确实是人类自己的行为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别人代替不了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你人类自己人类社会内部产生的问题，没有人能去代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明白，但是我就你看，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先把它定性为是一个 problem 的话，那你就会去想解决它。但是如果你把它定性它不是 problem， 它只是一个 part of human nature， 它是我们人的一部分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它是需要它是一个 problem， 它需要 fixing， 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它是 human nature 的一部分，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不可以被进化的。对， okay， 就好像人类的文明也是不断的进化的。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知道说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对不对？对。那你说随地大小便这个东西，随地吐痰这个事情是不是 human nature？ 是。对吧？这个我不好说。那它会不会存在？它是会存在。它为什么？它存在是不是合理？它在当时是合理的。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去做这些事情了？是因为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那同样，我认为就是性交易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跟随地大小便和吐痰都一样，是不文明的行为，是应该我们随着我们的文明程度去增加，就是去提高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是会消减的。或者说是它是会进化的，是要被纠正的。对啊，但是我并不是说性本身这个东西是那个什么，我知道，我觉得你把这个东西你不要混为一谈来聊，就是性本身确实是值得 celebrate。我明白，但是问题就是说，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原因来嘛，就是你本来就对这个，你就觉得它是肮脏嘛，所以说你就把它定性为它就是我认为它是不文明的行为。对，因为它在大多数国家现在还是非法的。我知道啊，所以我一开始不是说它是
你都会，我一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它是最古老的职业，然后它一直在人类社会存在，然后我就觉得对因为我今天站出来的角度就是说，我会把它 celebrate，我去看它正面的那一方，然后尽量把负面的放开一边，因为负面大家都懂。负面的东西的对这个东西的负面对的那个情绪或者那种看，OK，法，大家都明白，那个根本就没有嗯，讨论空间，因为我就跟你说，这个负面的东西会随着时间会慢慢有所改变，它怎么改变我也控制不了，它会变成怎么样我也说不定，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去拿出来讨论吧，我没有说对与错，对不对？但是问题说，如果我们永远停留着用那OK，种古老的看法去看待这个事情，你就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你明白意思吗？所以说我就就是我能理解，其实我能理解你的想法。嗯怎么讲？可能你认为我是先入为主，认为这个行为是不文明的，是落后的，是需要被纠正的，对吧？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在发展的，你刚刚所谈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利用新的这个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技术去消减它的负面的部分也好啊，不管是说他这个性工作者的待遇有提高也好，实际上也都是在基于一个你认为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社会的负面现象而在聊的这件事情。嗯，但是我讲的这个长句你能理解吗？我明白，我可能讲但是的这个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实际上你也是在基于这个，你为什么说哦，现在这些东西有改善，现在已经不会是对女性有迫害有那么大，对啊，但实际上你还是认为说它以前是一个负面现象，只是说现在它没办法根除嘛，没办法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需要通过这些手段来缓解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吧？这个这个我说的是对的，对的吧？对，所以我就说，就那因为既然这样的话 ，OK，我再跟你讲，既然这样的话，我再给你讲述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东西是负面的、落后的，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就是你给雌性猴子和那个雄性的猴子，就两只猴子放在一起，然后饿他们几天，不给他们东西吃，你知道吧？然后一下子把那个食物放到他们面前，两个猴子就会去抢食物，对不对？但是因为雌性的猴子它因为它的那个这个生理原因，它没办法，它打不过那个雄性猴子，它就抢不到食物。但是这个时候它就会做出一些，比如说把它的屁股露出来啊，做出一些这种挑逗的行为，去引诱那个雄性猴子跟它进行性行为。然后这样的话，那个雄性猴子它虽然饿，但是它就放下手中的食物，去要跟那个母猴子交配。这样这个母猴子可以一边吃着东西，它随便让那个雌性猴子跟它发生交配行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物实验。对，就是他们做过这样类似的实验，也就是说，实际上利用性行为去交易这个物质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动物界本身是有这个行为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而且在这个实验中，它特别明显偏向的是说雌性和雄性，它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要进一步的讲，就是说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你没办法把男性和女性当做同样的人来看待，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我明白，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很多男生也会去卖淫去取悦女性 ，OK， 那这个部分占到多少？你帮我把数据找出来，你就会看到说，实际上本身性行为就是这个卖淫行为、性交易，它实际上一开始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嘛。那现在可能上升到了一个说是，实际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阶级的压迫啊，怎么样？但是在早先其实就是男性对女性压迫，因为它本身有这种天性的东西在这里面，就是男性和女性本身有这种性别差异在这边。对啊，我们从猴子身上能看到。那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动物了，你已经是人了，对吧？你需要给人本身的这个就是作为人的这个关爱，你需要给他精神层面的关爱，你需要给男生和女生不同的这个性别上的关爱。
那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看待所谓的就是卖淫行为的呢？我觉得这个，我先嗯回应一下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东西。嗯就第一，我们一开始就是已经定性好，就是以前的那个社会是主体是那个男权社会，而导致到很多的现象会出现。但是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话，现在如果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情况，在现在的话，嗯你就可能会看到很多反转的案例。就是说，有时候在一个 relationship 或者在我们的那个社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女性的在很可能有很大的时候，她可能利用这个性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个男性对这个性的追求的这个点，去刚刚好利用这个点去做他的那个 bargaining power，让他在这个社会层面，或者他在这个relationship 里面，让他变成了一嗯个强方，让他拥有了那个主导权，让他去把控那个男性那个欲望，而去更好把握的这个relationship，这个是我们现嗯在已经常常见到的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因嗯为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种我们以为以前的那个性的观念跟那个男与女的那个比例，或者他们的在这个性的游戏里面的那个权利的把握，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只嗯。能说，它可能已经接近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了。就整个社会普及来说，就是一个比较 No, I 平衡 don't 的think so. 相对以前呐，相对以前啊，我嗯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好了，在这方面，特别在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因为你都知道现在特别在中国这个男女比例的差很远嘛，就是很多男的，然后很少女的嘛，所以说女性的那个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可能会以后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这个崎嗯，岖性的问题，然后她也可以很好的去把握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嘛。所以说，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这个嗯东西就是又回到说，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认为人其实在人性上面并没有很多的进步，因为你就算现在在国内是男女比例失调这么一种状态，你还是能看到说，可能那些大款有钱人他可能可以包二奶、包三奶，嗯但是那些底层的男人底层的男性是没有交配权的。这嗯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跟这个社会是人类社会的这个构成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想说的是说，卖淫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它是天然的，它是在动物界就会出现的，因为你本身这个男性女性生理上是有差异的，对吧？但这个东西是 OK，可能是从那个这个动物界传承下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了，我们看待女性，我们不是说拿她当成一个东西来看待，我们不是天然认为女性就应该是弱势，我们认为说女性的伟大，她应该体现在很多方面来，她做了很多男性做不了的事情。她作为对啊，母亲的伟大，她这个我不否定啊。作为整个物种延续，她作为整个就是能撑起半边天也好，不管你怎么样，因为昨天刚过完那个妇女节嘛，对吧对， ？OK，这个我那你明白啊。刚刚所说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说，因为性别不平等，所以女性就强了，因为她的女性人数的减少，它成为一种优势资源，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就是嗯没有。怎么讲？你看，在俄罗斯就是啊，俄罗斯特别明显，女生比男生的比例要高特别多嘛，嗯对不对？嗯，但是也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女权社会嘛，女强社会没有，也并没有。我也不是说它会马上就变成嗯那种女权社会，但是我就是说，在对比来说，嗯，现代女性的话，她的但是对啊，权利，你看很多俄罗斯姑娘，她也没有去找当地的，就是也没有成为那个很那什么嘛。嗯也就是男性也没有成为一个就是稀缺资源，他反而到中国来找老公嘛，嗯，对吧？因为条件不一样了嘛，道理来讲，中国。男性应该是，就是说他男性是稀缺资源，他应该是那种，啊、
就是女孩子都应该是就是那么多漂亮女孩子任男生选嘛。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来讲，那并没有啊，很多女生就是你再少，没有，我还是不想选择你，我不是说我还是想选就是择更好的伴侣嘛，我对不对？知道，我不是更说有钱的、更优秀的，我不是说只是那个单单的这个选的问题，我只是说在一个 relationship 的 dynamic 的话，那个女性的话语权会更加多，更加比之前更加强，因为她没有。相对来说，我我觉得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在北美社会吧，就像你们那边，因为你们那边其实比较讲究这个政治正确这个问题嘛，所以说不管是少数族群也好，不管是女性群体也好，它可能社会会给他更多的这种发声的这个渠道，然后看上去好像是说 OK， 女性权利已经很那个什么了，甚至说很多在公司里面，就我听木头叔叔他们说嘛，他在他的公司里面。他有些位置是刻意要留给女性也好，和少数性群体也好的。我知道，虽然我说的不是并不这个，我说的不是这个，这种问题，我知道，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相对性，就是说以前的话，可能就女性真的没有任何话语权，可能在家里真的出一句声都不行。但是可能现代社会的女性，她就是因为她第一，她可以利用这个性去把握好她的那个关系里面的那个权重，对不对？因为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好像这个那个女朋友可能什么的，她可能就是要惩罚她男朋友，她可以去用这个性的或者什么的去跟他谈条件，对啊，或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这个就站在一个不是 celebrate 的这个角度上来探讨问题的，你不能 use sex as a weapon，you know，问题是，就是我不是说 你不能说 separate，我是说因为有这些 dynamic 的存在，让女性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她有了很多新的工具或者新的那个谈判条件，让她在这个 relationship 的层面上，她可以在没有之前这么弱势，对不对？在以前的年代，她可能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发生，但是现代社会的话，就因为有这些 dynamic 这些不同的小的细节的存在。然后女性也学会了怎么去包装利用这些东西，然后她在这个男女的这个交往的当中，她从中拿到了她自己的一个可以把握的一个权利。她很多人都很好的利用这个的话，她那个整个男女的这个在大家交往的权利的比重里面，她就可以把握到上风，对不对？我说的是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他工作在社会上这个是一个更加大的话题，我只是说在这个 relationship 跟 sex 的这个关系里面，这种 dynamic 里面，因为你在外面去交个女朋友就是或者什么，你只能说是说他在性上面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可以不，他不是就是，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选择，就很多女生她其实还是没有选择，不是她被迫做了很多事情。不一定，你说的实际上是可能是说，如果她的地位要优于那个男性嘛，那她他可以可以利用，说她他可以有选择。不是选择的对问题，他是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工具，然后去做出一种谈判的那种决定，或者谈判的那种对啊，行为。那本身其实就是超越了性行为本身了，它就实际上是给它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进来了嘛，对不对？不管是利问题用它赚钱也好，不管是利用它来体对呀、现我这个 power 也好，对呀、对不对？但是问题现代社会就嗯是这样啊，就是我只是说现实嘛，现实我们可以看到的现代社会上就嗯是嗯女性，嗯她就是学会了利用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变成嗯她自己的一种工具来去做她的谈判，做她的 bargaining power，所以说她慢慢在利用这个东西，在 relationship 也好，在这个社会也好，去把握她自己的那个权重，然后尽量的去 take advantage，对不对？去很好的利用就是这个这个东西。东西也毁誉参半吧。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什么特别好的现象。我不是没有，所以说嘛，我就不定性它好与坏，我只是说它现实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就是你不认为这种你不认为这个现象实际上它背后体现的是对于男性的一种诋毁吗？就是说，同样作为人来讲的话，男性对于这方面他是一个
软弱的一面吗？对啊，就是为什么？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聊就那些嫖客去就花钱找这个床伴也好，这种东西，我们都会讲说，他是屈服于他的本身的欲望的，就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看待面对自己的这个欲望，可以这样说，他没办法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女朋友也好，我去建立一段比较正常的这个所谓的 relationship， 然后我再自然而然去跟他发生这个行为，对吧？对啊，就我们会认为，你不会认为说这方面其实反而体现了男性的软弱，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抓住你的把柄嘛，就是让女性抓住了男性的把柄，然后就是说交配权掌握在我手里，就会有这样一种这种现象后面体现出这种就是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陷入到这个圈套里，对吧？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说，并不是所有男生都是会软弱到说我任由你去掌控这个交配权，对吧？我明白，对吧？我明白。但是问题是，就这是很有趣的 dynamic， 就是我们现在去看这些抖音啊什么的，其实上面就是利用了这个东西去制造了这些平台出来啊。你上面那个跳舞的妹子啊，然后那个装可爱的妹子，然后跟你聊天或者什么的，那帮人那些女的，她就是刚刚好很好的把握了这个 dynamic， 然后利用这个工具去引导了很多男性所谓的舔狗文化，而去追求着他们，然后被他们利用着，或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在抖音上看到的种种的那种现象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根本上的一个转变嘛。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女性跟以前的女性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女性很会利用这个点，然后很会把握这个度，然后利用到她去控制所谓的这帮舔狗文化的人，然后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舔狗经济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啊，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嘛，我觉得像偶像文化不是最近才有，只是对，它偶像文化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嘛，利用了就是人们对于这个就是其实我一直认为偶像是一种软色情嘛，它就是利用人们对这种色情的追捧嘛。问题以前去当一个明星或者制造一个明星的成本很高啊，现在你任何女的你就拿一个手机对着自己拍就行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然后这个改变的对啊，你不是你不认为其实这是社会在向一个低俗化去发展的这样一种不好的趋势吗？你不这么认为是吧？我不敢去这样想。问题是我不敢去这样想。为什么？因为第一，你为什么不敢去这样想？我不敢去这样想的行为，就是因为我就在我的字典里面，我就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对错跟这个好与坏的这个定律，会随着时间，随着人类社会去一直改变的。如果我们把现在 OK， 所以我还是回到之前我跟你说的呀。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女朋友、你的母亲、你的妹妹，对吧？你老婆，然后在网上也做这样的事情，搔首弄姿，然后甚至就是穿的很，就不要说她全裸哈，或穿的很暴露的去在网上，然后有很多人给她打钱，给她刷什么大火箭呢，这种，对吧？刷礼物啊，你会怎么想嘛？就这样，还是刚刚那个问题。我会，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预先跟他们去探讨一下这东西。如果这东西真的是他自己选择，他真的喜欢去做，他真的想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有自己的计划去利用这个跳板的话，那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的话，我会支持他。就是你认为有几个人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真正的事业在发展？就是你实际上是跟他探讨不同的问题了，因为大部分实际上是年轻的小孩子在做这件事情嘛，你没有说看到像我这样的岁数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是认为说这是一个赚快钱的手段。对啊，但是问题是他做这个，人家给
给他买社会保险嘛，就也不给他上保险，不上公积金这些问题，对不对？他最后还是要找一份所谓的正经工作去做，而这就是你很难想象说，你做一辈子这个所谓主播，那这个是我可以为他毕生而努力的工作。那看对吧怎么去做嘛？我觉得你好像你的确现在中国也有 OK，那很多那个你可以做一辈子演员，有些人就是做了一辈子演员，从小时候开始对演戏，可以演员，做一辈子演员。对但是你没有听说过有人可以做一辈子色情明星，对不对？对，没有。那但是你做 TikTok 也不一定要去到就是色情那块嘛，你可能就是在做擦边球啊，或者在中间某个定位嘛，这个定位你自己定嘛。但是我就是说，就是因为就是我就跟你说嘛，就算这个女孩子她就是穿的那个很正式的，就是不太露的那种，只要她自己长得好看，她都可以在这个 TikTok 或者什么这个互联网世界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份额，对不对？这个对呀，所以呢，对啊，所以就不是，就是说这个行为，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好赚钱的，就是一股风嘛，对啊，对吧？对啊，对一啊，阵风，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好赚钱，大家所有人都去做这个工作了，没有对啊。人去，比如说做医生啊，做老师啊，这些所也谓的没有？基层问题是在嗯这个东西里面，它有一个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机制，就是说你行的话，你就很快就发现你行；你不行的话，你也很快被淘汰出来吧。所以说，它不会是一个，就对啊，它是很快的，对。对，你不需要花10年时间去认知这个东西你行不行嘛？你可能就是花1年2年的时间，你就知道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板块里面生存，然后继续发展下去嘛。所以说，如果你在经历过尝试之后不行的话，被淘汰出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东西啊。但是我不会去反对你去做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个尝试啊。我觉得如果你剥削了他这个人对这个板块的一个尝试的话，你对他的这个人很不公平啊。如果他真的是大前提是他真的长得很漂亮啊，然后他很有这方面的条件，然后他在这个对着这个镜头也很好的去跟粉丝那些东西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做那个主播的料子。如果他本来是有这些条件，然后你因为那个所谓的道德观念任何东西反对他去做这个尝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不道德行为啊，明白吗？OK，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他个人选择的话，那我们尊重个人命运吧，对吧？对尊重他自己的这个选择。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还是不 approve 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在于说，我认为美色就是它的这个色相和性行为一样，是不应该被出卖的。并不是说漂亮的姑娘都应该去做演员，并不是说漂亮的姑娘都应该去做色情明星，去做主播。那当然了，那当然，对吧？对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有这个天赋，你就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对不对？对，你懂我意思，因为他啊可能在其他领域有更好的发展，他可能是一个更适合。那当然了，对啊。就他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发展来讲，他可能有更适合的他的道路。对啊，没有，我是认为说，因为这个东西门槛很低嘛，你只要长得好看，或者说你其实你只要化妆，然后搞一个什么滤镜之类的，对吧？这个，对你懂我意思吧？搞一个什么那个，就很多人在直播带货一样啊，对吧？对啊，我加个美颜相机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就可以就是骗过这些男生，然后让他们给我打钱。对啊。然后这些男生也是很多人，就是说我辛辛苦苦搬砖赚的钱，我就都打给这些那个什么了。可能对面那个人连女生都不是，就是个男生，然后他只是换了张脸，我就要给他打钱。对啊，然后他勾着你说啊，我一定要可以线下跟你见面啊，其实一直都没有跟人家见面，然后把人家钱花光，这种事情也很多，对不对？对啊，这就舔狗文化嘛。但是问题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你可以说你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它发展到现在这种样的话，你可能说对你以前的认知，或者用你以前的那个
那种态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很不爽，这人类就不应该是活成这样。但是问题是，如果他这个东西已经全球化的话，然后他这个所谓的舔狗文化已经全球化，已经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好悲哀啊！那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人类自我堕落的这么一个开始。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那我就认为这个世界真的不值得我去为他奋斗了。但问题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说我全且可以理解你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首先你把它的定性，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现象。那我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禁止它，而是说我把它往好的方面去引导，对吧？就是说我可能你认为说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就一定要给它禁止掉，对吧？一定要给它消除掉。但是你的意见呢是说，它既然是一种现象，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往更好的方向去引导？对，不让它在它那个 bad influence 里面去打转，而是把它发展成一个其他的一个形式的东西，对不对？你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对呀，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摸杀它嘛，你禁不住的。这东西是，如果我们就好像我说的，它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人性的一个需求的话，没办法禁住。然后它已经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样子，就全球化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慢慢有一个新的改变的时候，那咱们就应该利用这个改变，去把这个东西往一个更光明的那个方向去推。不然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那种冲突，就是那种无谓的冲突了。就如果你想把它压着，把它禁着，去打压的话，反而你那个会被它的那个反力给吞破，反而会造成一个非常可能有不好的事件嘛，对不对？你好像你以前很多那个宗教的那些战争啊，宗教的那些矛盾啊，其实都是由这种性啊或者那个人性的那个私欲去产生的嘛，就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一方去想把对方的那个理念或者那个观点抹杀掉，把它压制，而导致到的不同的那个 conflict 嘛。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谈论这个性的这个新的那个改变，或者这个新的全球性的 influence， 咱们怎么去引导这个东西往好那边去发展，而不是去打击的话，我觉得就更加有效率了。就是从性工作者也好，从这个单身的人士，他怎么去利用其他的渠道或者工具去解放他自己对性的那个需求也好，就是公仔又好啊 ，AI 又好啊，网络上的那种网络聊天又好啊，或者他就继续做他的舔狗又好啊。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就先去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存在，然后他们的存在其实也是很合理的，我觉得。所以说他们的存在出现之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这些存在，把他们的这些存在从一个肮脏的那个地方引导去一个比较光明的地方，让它可以在一个更加阳光的底下去生存下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真正的方向的议题啊，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在你知道，就是新中国，就是就中国在建立新中刚解放的时候，实际上有大量的，尤其在北京，你知道吧？就刚好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剧院，它最早是一个所谓的妓女的教养院。所谓妓女教养院，就是说，他们在解放前，他是做妓女这样的工作，就是八大胡同也好，然后新中国是不允许有卖淫嫖娼这种所谓的四旧嘛，破四旧，包括这个什么反动会道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知道，就邪教啊什么，不算是四旧，就是他为了破四旧，他实际上是帮助这些女性，就是教育她，让她再去就业，比如说教她一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些手艺活啊，然后呢，教她识字，教她文化，给她宣传一些更文明的这个生活方式嘛。对。然后呢，让她再就业，她从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改造她，你知道吧？我知道。所以我认为说，我们消除这种
不好的行为有很多种方式。那为什么昨天他们来聊说就提高教育，这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人是需要教育的，就是你 could be a better man，you know， 就是你，但是你怎么变成那个 better man 是需要社会和你的这个不管是家人还是好学校也好，去对你进行教育的，就正确引导你的人性和兽性的发展。就在于我来看，因为我们是刚好学这块人文这块的嘛，所以说，但是我觉得你拥抱你的兽性，拥抱你本身的欲望，这个东西并不是就是要看，它不是说完全是一个 positive 的东西。就解放天性、解放人性是一个我们认为说是它是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就人到一定程度，他肯定不可能被那种中世纪的那种黑暗宗教所绑架嘛。他总是要有文艺复兴，总是要有这个解放人的这个人性的解放的这个一面感。那人性解放到一定程度以后，他需不需要被约束？他需不需要被更好的引导？其实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不用生活在你跟那些女孩子说，你可以不用就是做这种很空虚的事情，就单纯贩卖你的青春，你知道吧？因为我相信没有人喜欢看一个老太太在镜头前面，去怎样？但是那可能是一些比较更小众的一些性癖，对吧？那你要怎么引导他说，你不是说光靠为这个出卖色相、出卖你的性去赚取这个快钱，而是说你可以在就是说你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更高级的人，你懂吧？但是如果我先把我自己这个人带入到去那个 OnlyFans 那个人去说，我听完你刚刚所说的话，我就觉得第一，你是本来就你是利用一个高高在上看不起我的眼光去跟我做一个对话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建立这个 OnlyFans 也好，或者网络的这个粉丝，我有几百万粉丝里，我付出我的努力，我用我自己的技巧去获得了这几百万的粉丝，然后获得了几千万的那个获利，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奋斗去做了这事情，我觉得我这个奋斗的过程跟做的事情用最后因为我有了好的结果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一生中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对我来说，基于这个改变在现代社会或者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改变或者一个坏的改变，这个我就不会跟你去探讨，因为我已经获利了，我已经赢了，但是问题是呢，我现在赢了之后呢，我会更接受，如果你跟我说你赢了之后，你通过这个跳板跳到这个位置之后，你现在有这样的财富的话，你有没有重新规划过你会怎么去很好的利用这个财富去更加丰富你自己的人生的话，如果你是这样跟我说的话，我会更加接受你的那个对话的那个建立，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你把我想就是你可能误读了，你可能误解我的想法了。我恰恰并不是站在这些消费者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我恰恰是站在他本身这个人本身，他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人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对，但是问题就是我相信，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的话，首先你是根本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就首先我去做这个事情的人，他基本上他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认知是跟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去赚钱嘛。哎呀，用这个事情去赚钱，对不对？问题你这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所举那些例子，你都知道那个美国嘛，他们其实那些女的都受过所谓的高等教育了。就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说就探讨这个在那个 New York 里面有很多做那些脱衣舞女郎嘛。就在做那些脱衣舞女郎那些女的里面有很多其实在读那个 master degree， 然后她也是去放学的时候去做这个脱衣舞，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利用那个东西赚很多钱呐、然后去帮保自己的学费啊。我觉得这个你先是因为美国的学费太高了，就是如果说你在中国读大学不需要去做推5去赚那个，对，去还那个，那当然，因为他是在 New York 嘛，他 New York 的那些名校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不要说，如果你是蠢的人，你才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刚刚好相反，因为我刚刚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那些例子，就是 OnlyFans 上面赚了很多钱那几个例子，他们那个人他真的不蠢，然后他也是已经受过所谓的高等教育的啦。所以说，我们就先不要这么从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道德高尚去审判。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或者你在这个行业挂钩的话，你就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教养，或者你那个有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信息差，让你误导进去。其实现实是我找到很多例子，或者我看到的案例，他告诉我这个不是真的，因为有很多人是选择性去做这事情，而他只是利用。对啊，那就是他自我选择去堕落嘛，就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明明可以找到更 decent 的工作，他还是选择做这个，就说明他其实是选择了堕落嘛。但是因为这是赚快钱的办法，就是他会去跟那些所谓的真的没有钱的人去竞争做这件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对，但是问题如果在他的角度，他就会反驳你说，我可能我就读完会计出来，我就去做会计，但是我会计的话，我第一又很卷，因为有很多会计，然后我会计的薪水白浪费自己做就是读书的时间嘛，因为我相信就是有几分耕耘，就会有几分收获的。但是问题现在社会就不是这样主播你根本不需要去耕耘呢，你不需要去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个什么学位 MBA 出来就可以做了。对呀，那你不是白浪费你的那个时间吗？对不对？不是，那你 OK， 那你如果谈的说我读 MBA 挣的还没有在色情主播做的多，那实际上是个脑体倒挂的问题。就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结构，就这个怎么讲？就社会结构的问题。对呀，为什么你读过 MBA 出来，你还没有那些赚色情主播？就好像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赚得多嘛？对呀，之前现实就是这样啊，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啊。那所以说，当然 OK， 你可以尊重他的个人选择，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话，那谁还会花那个时间去读 MBA， 还去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一个什么学位出来？对呀，去受高等教育。你说的很对。你这个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就是真的是被供人消费的一个社会？但是你说这些人，年轻人都是供人消费的，没有人去真正做实事儿。你说的就是现实嘛？问题就是现实啊。现实就是说，这个事情还好是发生在美国，没有发生在中国嘛，对吧？如果中国变成这样的话，我觉得那这个社会那可以这样说没办法。你可以这样说，这的确是发生在美国，你可以这样说。但是问题是，它也刚刚好反映出现实社会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到了那个所谓的学历或者什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再值钱了，因为可能就是在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哈，不是你觉得他是就是这样。我们先把你愿意这么想是你的问题，就是你愿意堕落，实际上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不认为说愿意堕落就是正确的。我没有说它正确，我没有说正确。卖淫存在是合理的，但是我不认为卖淫就是正确的，一样的道理。但是没有，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对错嘛，我只是跟你说现实就是已经是这样嘛。问题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应该整改嘛？就是说，我就说美国人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然后看看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实，因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就你会变成一个像南美、像东欧那种，你知道吧？就你想乌克兰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欧洲子宫嘛？为什么呀？他们就是他们没钱，女孩子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你这个国家这些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你就根本没有任何产出，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这个制造，然后只能靠这些女孩子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获得价值。这个对于国家来讲，它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啊。
你不得不承认，对不对？对啊，但是问题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嘛，这个现象，我们所说的美国它是比较更加硬核、更加明显，但是在中国你也看到，就抖音上的所有东西，现在互联网上所有东西跟那个好像明星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都说明星的那种软色情嘛，这道理是一样啊。问题是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已经发展到就是这样的情况啊。不是，你不能拿美国的这些个别现象来类推整个人类社会变成这样，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做实事儿。那我知道，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堕落成说每个人都我也没有说大学学位干这种事情。对，我也没有说所有人呐，我只是说，就是因为最近有这些东西蹦了出来，而导致到它现在变成一种，再过几年看，可能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可能这个现象就是这几年，对吧？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说，可能就这几年，但过2年可能会有更新的手段去代替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什么色情主播了。有啊，现在就有啊，现在就有。你知道最近那个 AI 吗？你有看过那些报道吗？就 AI 你说的是什么？你可以再说的在那个好像 ChatGPT 对不对？你知道 ChatGPT 吗？对，我知道。那 ChatGPT 它是文字生成嘛，但是还有另外那些一大堆 AI 跑了出来，就是那个图像跟那个影像生成嘛。所以说现在你可以通过语音啊什么的都对，所以你现在是的确是可以通过 AI 利用 AI 去帮你生成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之后就会有很多 AI 的所谓的这种 AI 明星或者 AI 女性出现，然后它会慢慢的去代替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对，它只是一个代替品而已。对，主播或者那种就那种色情主播或者乱七八糟的，的确会有，因为这个东西发生的很快，就短近这2个月就看这个 AI 的那个人像的生成，从一个非常基本的到现在非常非常真实的，就只是过了3-4个月而已。所以说这个科技的那个迭代非常非常的快，所以的确以后的那个发展跟改变，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imagine 会变成怎么样。但是可能就是到时候那个 OnlyFans 上面可能有70%是真人，然后30%是那种 AI 的那种人造的假明星出来，也有可能。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它这个主体的那个 trend 这个趋势不会变，就是人类会对着希望消费更加多的这种色情产品或者这种对性的这种买卖这种交易会越来越多，它只是可能就换成了所谓的利用 AI 的手段去进行这个行为，但是它背后的那个逻辑没有变，这是我的看法。Maybe， 但是说到底 AI 这个东西吧，就我个人认为它说到底它是一个模拟嘛。对啊，对吧？对啊，它模拟人在做的事情而已，但是它没办法模拟人性嘛，人性是没办法模拟的。这个不好说，这个真的不好说，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我跟你讲，人的这个就是人其实还连自己就是人本身的奥秘都没有，就可能只有1%是被破解的。我知道，1%可能都不到，你知道吧？我知道，但是人对于人本身的研究都没有达到一个就很完全的程度。现在的人要去利用 AI 去模拟人，所以我明白，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明白，就人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应该有看过那个电影吧？那个叫做《Her》的电影，就他，你看过那个电影吗？就是他那个我知道那个片子还挺久的啊。对，就是那个男的，然后他在手机上在通过一个 APP 跟那个女的去交谈，然后他就爱上了那个女嘛，然后最后他才发现那个女的其实只是一个 APP，然后她是一个 AI，然后他在同时间在跟过百万的男人一起在交谈，但是问题是 ChatGPT 的出现
就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行的。就如果你有机会去用过 ChatGPT 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 AI 去的对话，这种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去对话的，它已经非常非常贴近真的跟一个真人的对话的那个逻辑的那个就无限接近于人，但是不是人嘛，对吧？对，无限模拟人，但它其实不是人。对，但是它 OK， 问题是我明白，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只是一个代替，就是一个替代品而已。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刚刚其实我想说那段话的意思是说，人都没有把人本身当做人来对待，就是你还没有，就是人还没有说研究好人本身问题，他就要去用非人的手段去解决一些人本身产生的问题。What about human being himself？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现在对啊，所以说就是人的一种，就是人性中的那个什么嘛，就是软弱和堕落那一面嘛。可能吧，但是问题是可能 OK， 就是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就是所谓人文角度上来聊这个事儿哈，我可能跟这些比如理工科他们的那个角度又不一样，他们认为说我要解决问题，我要可以提高效率或怎么样，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与其你用这些手段去说 OK， 我用人工智能也好，我用新的手段去引导什么社会上这些问题也好，你不如在人本身，就是你不如多教育人本身，就好像说你怎么消除强奸问题，你不是说告诉那些女孩子不要穿的暴露，你要告诉你要教会那些男孩子不要去伤害女孩子，对吧？就是说你的成本总是要花嘛。你研究 AI 也是要花这些成本，也是要花成本。你为什么不多在人本身身上去做这个工作呢 ？You know， 但是我知道，我明白，但是问题是，你所说的那个动作，就是在人类历史一直都有做啊。你看，就中国的那个《道德经》啊，《三字经》什么的，都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人。就是你可以，不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让人。你可以教会人不去，就还是那句话嘛，你可以教会人不去随便吐痰，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你这样可以教会人不要去做那些不文明的事情啊。有啊，这个社会一直都有这股力量去做这事情啊。就是说，你怎么样作为一个高等的人，就是你是有理智的，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我明白你意思，但是对吗？你可以不用去花时间，你的这个你可以用你的业余时间去看书，去多充实自己，去旅行，去和人 social。但是有些人就是说 OK， 那我就花点钱在网上去看色情主播了。You know what I mean？ 我知道啊。我并不是说我站在一个什么道德的制高点，我是认为说以后所谓这些道德制高点就应该是人类最普通的行为，人类最普通的认知。而不是成为你是一个 better man， 你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我讲的这个层面，你能理解吗？我绝对能理解，然后我也知道，对你所说的观点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问题就是，你所说的东西，人类一直在做啊，他没有停过啊，就这种去。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其实，在以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发展为主的话，他们是在怎么讲？就是在任其发展，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不相信这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他不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啦。所以说他为什么说 OK， 我现在有这个现象了，那现象存在即合理，那我就任其发展，或者说我给他一些引导，最多是不让他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你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靠人的努力去解决，他并没有想到说可以解决，他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解决，这东西就是人性。人本身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解决。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 lazy 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不是，我认为这是人的软弱和懒惰。没有，在外国也有像你这样的这声音的，不会没有的。就是在外国的媒体也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他有自己的 talk show，他也会用你的观点去说了类似的话或者类似的观点去
推他们去，就好像去 go outside， 不要再去就对着这个电脑去看这些事情什么的了，都有很多人在说，也有很多人是认为它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观点一直就是在人类历史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啊，就好像是我刚才说嘛，就中国古代也有道德经，一直到三字经什么的，一直到现在的书本，现在的教育里面，在现在的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永远会找到一些让你去合理化你的生活，让你活得更阳光的这些东西一直都存在。但是问题是，就算这些东西一直存在，它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类这个被欲望里牵着鼻子走这个动力，因为这个动力太大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给我们看，你在跟他们怎么去说好的话，跟引导他们去做对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去做了，因为这个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就你们这些人类不行。对呀，对吧？但是问题，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很悲观嘛。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利用想象去用一个新的观点去看的话，我们可能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光明的道路去做一个新的引导嘛。我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嘛。那是一种误读吧？我觉得就是说，那是一种误读，就因为你看人类发展，人类从出现到现在多少年？也几百万年了，对吧？对。但人类文明可能也就这几千年嘛，人类文明可能1万年都不到，就几千年，人类文明嘛，就有文明了以后的人类，并不是说人类出现嘛。对。那人类文明出现几千年了，很多东西是从几千年前就已经规定出来，大家认为说这个东西是 OK， 这个东西是不 OK 的。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已经几千年以后了，还有人去做那些不 OK 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人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更文明的人，你可以选择用花你的时间去耕耘，去建构你的人格，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去看更多的东西，而不是说利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这60-70年的时间去做这些什么给主播打钱这种，让你的个人欲望驱使的这些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是站在一个，我明白啊，不是我说的是这个个人哈，人类个体，而不是说你站在一个人类整体上来看。就是说，如果说每个人或能够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人类整体的文明素质是不是就会提高，对吧？而不是说让这些所谓的高等的人去研究这些低等人的行为，然后给他总结出来说 OK， 我们要去引导他们这种bad influence 这种行为。但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本身人不应该分为高等低等，但是为什么会有人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看这些问题？是因为人家从小花了时间去建构自己的人生，对吧？他学会更多的知识，他看的东西比你更多，他比你更文明，他比你懂得更多，而那些人他只是或者因为贫穷也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好，他成为更低等的人，他没办法去了解更多的世界，他只能他以他的想法，以他别人给他灌输的这些意识也好，他只能看到这一点，他只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只能认为说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对吧？去消解我的欲望，去可以那个解决我的性欲也好，解决我的食欲也好。你懂我意思吧？我懂啊，我明白。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是随着社会发展会弥平的，而是说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以后会变成什么？就是如果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以后会变成说，掐尖儿的那些人类是在操控机器的，而大部分的底层人类是被机器操控的。对啊，现在也就会变成这样啊。那你到底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但是如果现在就是说，现在其实这个社会
发展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他会给你很多机会，会给你很多 chance 你去学习也好，你去 be a better man 也好，你的渠道有很多，互联网上也有很多，比如说网络课程也好啊什么的。而你上网只是为了去娱乐，而并不是为了去提高自己，去提升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发展，这不是很遗憾的事情吗？对不对？是啊，是遗憾啊。问题是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是需要教育的，你要教育说你不要成为重置，你不要成为那些被机器操控的人，你要成为更高级的人。你要知道说你可以变成一个，首先你告诉他你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吧？其次你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是要通过努力的，而不是说你每天浑浑噩噩的就靠这些欲望消减过日子就可以达到的。我明白首先是要付出的，对吧？我明白，我也完全同意啊，理解。对，而且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什么这些人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去看这些人，不理解这些人，不是的，反而这些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我看到了这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他看到了这些人可以变成更好的人，但他去提醒这些人嘛，他去分析去帮助这些人，反而是这样这些人，而不是说啊我站在道德的高地去冷冷的去指责你，不是的。没有，我刚刚所说你指责的不是那些观众，是那个主播，对不对？因为你说到这个点上的话，对啊，主播对啊，我跟你说哈，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 no one wins， 你知道吗？就没有 winner。但是问题对那个主播来说，他已经赢了，相当于是什么抱团取暖。你觉得那些主播，你觉得那些主播真的自己挣钱吗？真正挣钱的是大平台好吗？是给他提供平台的那个但集团好吗？相对来说，他也挣了很多钱了，好不好？虽然那个平台也有自己挣钱，但是对啊，对他的一个个体来说，但实际上他是在给平台赚钱。我跟你讲，我在平台待，我知道，我明白，但是他也有分到他的红利啊，他不是全部，他当然是跟平台对分，但是他也因为那个量很大，所以说他在平台上也拿到了非常好的那个回报。但是所以说 So what？ 他可以干一辈子这种事情吗？对他来说，他觉得他可以嘛，你要明白嘛，因为他已经所以说他就是需要教育嘛。就是我跟你讲哈，你 free mind 有可能就是愚蠢的 mind， 你懂我意思吗？他的自由意志可能就是愚蠢的。我尊重小动物，他想吃就吃，想拉就拉，我尊重他。但是它是小动物，你懂吗？我知道。对啊，所以人是需要教育的，人是需要被纠正的。对，他们可能认为我这个思想比较极端吧，但是我就是这么不极端。你的思想是一个很传统的思想啊，我没有说你极端啊，我也很明白你的出发点的。但是问题是现实就是说，因为产生了这帮 winner，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班大赢家出现了。那班大赢家就可能站出来跟你反抗，就跟你说我都赢了，你还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我现在赢了。哎呀，我跟你说，互联网经济也出现也不是第一天两天了。你认为这些所谓他抢先去赚到钱的这些人跟你说的这些事情，后面的人真的能像他赚到那么多钱吗？不能啊，可能这个互联网都是新生事物刚出来的时候是最赚钱的、最收割的一波。对呀，后面收割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平台就慢慢会消减了。对呀，你看那个淘宝也一样啊，对呀，支付宝也一样。一开始它是以那种低端的廉价的去吸引大量的这个用户进来，他现在他靠那种东西，他没办法再积累资本了，怎么办？他就去转向什么，就是我要做个什么支付，那个叫什么余额宝嘛，基金理财啊这些东西，或者说是我要把我要提升我的品质，对不对？我要搞什么天猫啊这些东西，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野蛮收割、野蛮生长那个阶段了。那个阶段可能他有很多主播也好，他赚到钱了，他进场的早嘛，所谓的，对不对？对啊。你后面人再进来以后，实际上就是给这些人打工了。对呀，所以说那班已经赢的赢家，他会继续赢下去，因为他下面会有一班人想跟他混嘛，他可以就是发展下线了，所谓的，对不对？那不就变成
那不就变成那什么了吗？那不就变成传销了吗？对啊，他有可能，对啊，他有可能真的会这样啊。你谁愿意做那个给人打工的人？谁知他是不是都愿意道啊？做那个收割别人的人，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预看到，我可以预见到，应该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因为我对 research 呀，所以他们的时候，傻嘛，他们进厂晚嘛，对不对？对，那你那还这是一样，世界还是就是说，我跟这你讲，世界就是他自由选择这这样啊。个东西，并不是说他就一定是聪明的，一定是好的，对吧？但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啊，你总会有一波赚的满满的，然后之后那波就赚少一点，然后最后那波根本就赚不到，这就是任何经济体的那个游戏规则都是这样啊，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错的东西，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说只是说那帮已经很好利用的那帮人，他对你的想法他就会反驳你，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大赢家，你跟我说这些都是废话，因为你所谓的什么道德乱七八糟的，让我更好的话，我现在已经是我人生中的最高峰，已经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你不可能通过你刚刚所说的那种观点改变到我的那个思维嘛。如果我是那个大赢家的话，就我跟你讲，这就像性行为一样，就是高潮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就是对啊，那个是对啊 king of the world 了，你知道吧？对呀，但是实际上过后以后呢，你能一直持续这种状态吗？所以说他不会，我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因为我看的那个案例是他们有一个计划去把那些钱转换变成，就好像那个买房子的女孩嘛，她不是到处买了很多房子，然后对呀，他也不是说我这个钱我还要再继续投资我自己做更好的主播了，他还是说啊，我要去投资更传统的产业嘛，更稳妥的，更能就所以一样啊，到最后这个钱还是没有流向这个产业嘛。就它形成不了很大的气候，就还是这个意思。没有，但是那个平台是被他们激活了嘛，然后之后平台就会割那些韭菜嘛。平台赚完钱以后，平台不行的话，哪天他也可以。哎呀，我跟你讲，我在平台都待过。我知道。我们以前那么大的平台，不是还被更大的平台收购了吗？对呀，就老板还是说我要变现，我要赚钱，一样的道理，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你知道吧？我知道，我明白，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是我们这个归根究底这个话题的主要的那个出发点，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平台做一个新的创举，有了这些新的创举出来之后，有了这些产业的动态，而导致到我们应该对这个新的概念有一个新的看法，是这回事吗？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AI， 我就跟你说，以后它可能整个平台上面有30%是 AI，70%是真人，然后70里面有一半是不行的，有另外一半可能就凑合挣足够的钱，但是也没有第一波那么火，但是这个平台的整个生态会继续运行下去，可能会按照这个。就比方说嘛，就咱们去 imagine 嘛，然后之后平台还会加入一种 AI， 就是好像那个电影那个 Her 的那个电影一样，就你可以在那个平台去给钱，他帮你定制一个virtual girlfriend， 就是一个 AI 的那个伴侣或者什么的，他会跟你聊天，他会跟你那个视频，然后乱七八糟的，因为通过 AI 技术种种的可能性，就可能嘛。就可能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变成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真的挺吓人的，就是说你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然后你却要拿一个手机去跟所谓的虚拟的 girlfriend 去聊天，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不想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发生的几率非常大，真的非常大。因为如果你有机会用过那个 ChatGPT 的话，你就会发觉你真的是在跟一个正常人聊天差不多，他以后只会越来越正常，就是对话中会表现得很正常，就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刚刚出来，然后因为跟你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颠倒性的东西，就可能是一个新的 new chapter 啊，对人类历史来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我刚刚那个假想的继续发展的话，我们以后真的对这种性行为或这种性的交易，就你买一个 AI 或者去找个人帮你做些什么的，这种观念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shift，而这个 shift
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范围以外的，所以说我就觉得真的不应该去把它评价是好与坏，我们只能够说。嗯就只能够观察嘛，现在的状态我们只能够观察，然后看看它以后的改变会怎么样，然后带来什么新的影响对人类整个社会。但是我觉得嗯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刚刚到的这个 tipping point 这个拐流点这里。嗯，哎，透过现象要看本质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现实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不会看到本质，他也不 care 本质是什么，他就是只喜欢看到表象上的东西啊，就很肤浅嘛，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对啊，我跟你说，好像我跟你这样的对话，我们这样深挖这个话题，深挖这种可能性，是在现实生活上，我跟你说，就根本我找不到人跟我聊了。我觉得这个很多很也不一多人都定吧。我觉就得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就是很多人都是活得非常敷衍，对不对？都看表面，都是只是大部分人的，就不是所有的，大部分人吧，可能就整个人类社会有60%到70%的人，他都是非常表面的活的。所以说，就是嗯。你所说的根源性的问题啊，或者这种对人类的那种更加核心的启发性的问题，我觉得有很多人一辈子他都不会去真的去思考。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像我比较闲嘛，所以我可以跟你在这里随便聊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很多人他没有那么多心情去，他要解决很多眼前手头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说嗯所以说那些我刚刚说的那些服务，就是看主播又好，买 AI girlfriend 又好，什么这些不就是很适合他的生活条件嘛？因为他就没时间搞这么多，然后你有一个新的工具，让他在情感上或者什么的得到某一种安慰又好，某一种嗯交流又好，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解脱啊。可能就是嗯，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理的辅导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可能在现实生活上真的找不到一个他觉得认可的 girlfriend 或者什么的，就在他心里面是完美的那个女性的存在或者男性的存在不存在，他找不到，他可能就需要利用这种工具去代替他的那种幻想或者什么的。好可悲呀！我觉得人类发展到这一步，就是说需要去用程序给你编辑一个所谓的完美人的女朋友或者完美男朋友，就就还挺可悲的，就还挺怎么讲？真的，这是对现实得有多嗯，但是你就可以你可多以你可以多多想象啊，放弃了现实才会这么那个什么，对吧？但是问题是你真的去看看现状，就是真的会这样啊，因为好像说你不是说有身边的朋友都单身了或者一段时间嘛，就是有很多人在这嗯种情感的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啊，这个 relationship 的世界里面，他真的找不到自己需求的那个人或者那种关系，他可能真的需要找一个新的工具去代替这个他理想的人或者这种理想的关系，他在现实生活真的找不到，那他怎么办？你就让他一辈子这样过下去吗？但是我同样的来讲，他也是找个代替，他没办法完全的去代替真人嘛，真人给你的这种 对呀、当然，relationship 带来的如果这些体验，对不对？对呀、当然了，这如果他嗯，是你在现实生活找到这个完美的伴侣，你都不需要去找这种虚拟的啦，对不对？不去找这种 AI 的。但是问题是，现实生活咱们知道，咱们见到周边的朋友或者你听过的故事，知道现实生活中有一大部分人他是找不到那个完美的伴侣啊，那种关系，他也没办法啊。嗯，所以说以后的，所以就说为什么现在如果咱们就把这种性的观念、这种 relationship 的观念，所有这种从性根源带出来的所有的观念去改变的话，那以后你就会更容易的去很好的利用那些工具去
去引导他们的那种 emotion 也好，或者他们的对这个世界的那个探索也好，对不对？就好像说，如果你在这个完美的那个伴侣里面，你可以跟他设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什么男性或者女性，然后他不停的跟你除了跟你去谈爱情或者什么的，他还会引导性的去让你去认知这个世界更加多的知识或者什么的，对不对？就好像你有一个很帅的帅哥，然后他还是你的辅导老师一样，还教你做功课，那不是也是一种正向的引导性吗？哎呀，说到底都是工具，还是没办法代替人，你知道吗？说到那底这些东西当然了，都是那当然。都是辅助性的，都是没办法解决本质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就跟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小管家呀，他多帅，其实到最后你也不是真人，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呢，对不对？对呀，对，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最后还是要跟一个人，就是你去组成家庭、生孩子也好，一起生活到老也好，我对吧？明白呀，这是最好的结果嘛，这是最好的结果嘛。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确是看到有很多悲剧嘛，就是现实生活是有很多悲剧嘛，对哎呀，不对？说白了就是这个社会对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了。那也没办法啊，反正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吧。我觉得真的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些工具以后的我们所说的那种性工具什么的，它会有这种正向的帮助，或者我们让他们变成一种正向的帮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以后越来越坏的话，那些悲剧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的话，那难道我们要把所有那些发生悲剧的人都推掉？把它铲掉了吗？不可能啊，它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社会上面。我认为悲剧其实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就是你不解决人自己的问题的话，你总是在解决现象的话，你永远会有更多的问题产生。而且就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一个虚拟的一个人工智能，他又长得很帅，是吧？他又又可以教会我很多知识。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他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正确的工具去使用，而是说沉迷于这样一个所谓虚幻的这么一个塑造出来的一个人格里面的话，他看到真人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厌倦这个真人社会，他会越来越厌倦，就是说所谓就真实的人类给他带来的这些更复杂的 social，就是这种 对呀，relationship，你知对呀，道吗？对呀。那实际上对人来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就这种如果是有这种现象发生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一种做法。所以说但是所以说终究来讲的话，你还是要对人本身进行教育，你还是要解决人本身的这些问题，而不是说这些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手段，对吧？你发展这个 AI 也好，都是手段，都是工具，但是人不能是工具，嗯，但是否则你为什么要发展这些 AI 呢？你的初衷是什么呢？没有，就对吧？是就是因为有需求啊，就是因为有需求啊。他们现在所做的很多那些 AI 的那些东西，好像那个图像生成什么的，就是因为有需求啊。然后现在大量的需求就是人家用来去画不同的呃漂亮的女孩或者什么的，就是有需求，所以他有这个产品啊。但是问题是咱们怎么样去引导这种需求，让他做出相对正向的一些引导而已嘛，对不对？就好像你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他是 anti-social 嘛，就是他宁愿多在那个网络上去跟人交流，而不是在现实生活去跟真人去交流嘛。因为他就觉得在现实生活上跟真人去交流的话，那个成本太高，然后还有太多那个坑。对，而且会认为说真人好愚蠢呐、我跟一个聪明的机器交流，对吧？对啊，或者只是在网络上跟网络多上的朋友交流也多是一个。简单啊！对，对啊，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现实了。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已经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也不介意在网络上。也不是大部分人已经是这样，是如果你不正确引导的话，它会有这种趋势。对，就没有，我不认为看出这是既定事实，我认为这是部分事实。就是说，当然而且就是说，可能因为我岁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个我已经不算年轻人了，我已经就是活了挺久了。对，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嘛，就是我们是从观察上看到嘛，就是说你都见到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喜欢24小时对着手机，然后在手机上，对啊，这就是教育问题啊，这就是教育引导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实际上你不对他进行任何教育的话，放任他就会变成24小时对着手机，对着什么 iPad， 对吧？因为人都有惰性啊，对啊，谁都喜欢玩啊，谁也不喜欢学习，谁也不喜欢去做功课啊，对吧？就是这样，谁也不喜欢说啊，我还是硬着头皮，要不是为了赚钱，谁也愿意硬着头皮去上班。就是这样啊，那你得对人进行教育啊，还是教育问题，还是说就是给人本身的正确引导？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手段，在我看来 ，AI 什么的都是手段。那就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你人要怎么活，其实你自己可以说了算的。那当然啦，我当然是觉得是你以后会有这些工具出来，然后有新的手段，你就应该很好的去正向的利用这些手段去继续找一些新的对啊，但这个东西西就是你很难讲了，这就是另外一步了。就是为什么说我认为 AI 出来之前，先要有法律法规，先要就规定它，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被人家滥用，以后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对，现在已经滥用了。可能我比较悲观哈，我看到的，当然它是对人类发展帮助会很大，但是在我看来，同样会有很多人去恶意的去使用这种东西，对吧？对啊，现在已经有很多恶意已经有了呀，对啊，嗯，就好像说，因为有 ChatGPT，你可以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写剧本或者什么嘛，对不对？他可以很快的帮你做很多剧本啊，可以跟你帮你做功课啊什么的，跟你写作文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他都已经非常容易的可以帮你做到。就是说，那你想象一下，以前的那种就做这种所谓的 content farm，就是在网上做大量的那种垃圾文章的那种企业，所以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把之前的那个生产的量乘以100倍啊。那你的那个就是信息时代的话，那些新的垃圾信息就会比之前是翻了好几倍，很多那个翻倍的，然后很快速的去到处的转发生成。所以说这个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去做利用这种 ChatGPT 啊或者什么的，直接去做视频啊。就是做一个稿子，然后就做一种 PPT 视频类似这样的，就把东西利用 AI 的那个生成的声音去直接读出来，然后确实这个已经发生了，所以说有这个工具已经被所有人利用的非常之好了，只是说，但是这个就是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解决方案的，我觉得没办法，根本就治不了啊，因为就好像 Photoshop 一样，你可以压制人去修改自己的图片吗？就是他照完相之后，他一定 P 图啊，对不对？你根本就停不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跟 P 图一样，就是你一旦把这个工具这种 AI 工具无限去利用的话，你之后就会发现你整个世界所有的那些信息有可能就80%都是那种再二次利用啊或者垃圾信息乱七八糟的，会越来越多，然后就导致这个对我不否认这点，对，确实，然后刚刚好咱们现在这个政治美国就是全球的政治的力量在这种博弈的中间，然后也会因为很多信息去引导了某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点了，如果不好好把控的话，所以说再看吧。但是问题现在
中国也要在做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就百度也是想对，搞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还没出来，就只能够再看吧。但是你所说的那个忧虑，我跟你说是已经发生了，所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已经是。及时止损吧，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知道它会有发生的话，就是再去修正也不晚嘛，所以，对吧？但是什么问题，时候改错都不晚，你只要想要改就行，你不要让它就是让它野蛮生长，放任它野蛮生长就好。就你跟我聊，你是不是觉得我其实观点还挺传统的？对啊，那没问题啊，某些方面观念还挺传统的，是吧？对啊，没问题啊，就传统有传统的好，反正你表达出来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好像你刚刚所说那句啊，我只能够说，因为这个科技的那个独特性，你很难把它抹杀掉或者禁止它。真的，它就好像你 P 图一样，大家现在在网上见到的图片都知道是假的，有可能是非常假的。但是问题是，它已经普遍到每一张图片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它的那个好像这种 AI 这种用文字生成的 AI 这种的普及性已经发生了，然后以后咱们可看到的信息，基本上可能90%都会经过这种 AI 去做某种的工具上的调整或者什么的，或者直接就是说你已经没办法分辨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了，对不对？对呀，对呀，你根本就没办法。就之前不是有报道说他们那个在大学那个教室教那些作文有很多老师有时候看不出来，然后那个 ChatGPT 他自己去完成的那个法律的那个考试嘛，就他自己可以自己去帮你完成整个一个法律系的那个大学的考试啊。对啊，那说明那个大学的考试要重新整改了。有可能，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对不对？考试那个很难整改啊，你就是文字嘛，对不对？所以所以说也可以比较整改的。困难。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你是可以解决的，很多东西是你是可以解决的。你不要认为说啊，他现在就是有这种坏现象，对吧？那我们就得认不认是一方面，那你能不能改是另外一方面啊。没有没有，我不是说一定要认，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去改，然后也是回到我之前那个 point，就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就是看表面的，有时候就算你改了，可能你要刮深一点，你才可以知道那个信息是假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人性，就是说他只看那个标题，他就已经陷进去了嘛。就不要说看完标题之后，然后看完第一个 paragraph，然后看到第三个 paragraph，他还是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他可能看完之后，他也不会去深究或者去找那个东西的那个根源，他就相信了这个东西啊。这个才是问题啊！我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东西的真与假，只是说很大部分人他活着，他这根本就没有这个去找这个真假的这个动力，或者他就根本就不 care， 然后他可能就只看标题，他就已经相信了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 AI 工具危险之处是因为人类的懒惰而导致到你很难去克制它怎么改变人类的发展，这个是真正大问题。我就算我这样的去造一个新的一个 APP 给你，你可以通过 APP 去翻查这个文章的那个来历什么的，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用户量非常之低，因为大多数人都不 care，they don't care enough to do it。So that would be the real problem。OK。所以，再看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现在，就种很多不同的产业链也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冲击，然后完全被它干死。对啊，就看看人类他能不能正确的去对待这些事情嘛，对不对？就他对于这个东西带来他的便利和他的就是给他带来的这个益处和不好的点，他怎么去权衡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嘛？
我跟你讲，其实人类就是我认为人类的那个能量是很大的。那当然，很多东西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就应该可以解决的，就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努力嘛，不要放弃就是解决的问题的这个能力。对，我对人类发展是抱有是积极的态度的，我觉得我认为是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的。对，总会有办法的。对，我只是说在短期内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冲击会非常大，然后因为就最大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天下太平的话，那还好，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咱们现在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都是信息时代，然后有这样的新的工具出来，以后的信息可能会引导去一些非常不好的冲突啊，所以说这个才是危险的点嘛，我觉得比较。所以再看吧，但是我对人类的发展是抱有这个正面的态度的，我觉得我不是放弃希望的，我觉得以后会越做越好。所以没有，我就是因为抱有这样的态度，我才跟你去探讨这个性的话题，然后用这个正向的态度去看嘛，不然的话我也早就觉得啊没有救了，人类就这样了，就让他就这样算了，对不对？挺好的，挺好的，聊的挺好的。你觉得还好啦？没有反正我现在对，就看看这个怎么样吧。我觉得如果你以后你多有空的话，就多有机会就多跟你聊了，找机会聊其他的。就是怎么讲，我其实没办法跟你聊得很专业，因为我在很多领域都不专业，你知道吧？不用，我只能说是就是那种随便聊聊天，也没办法跟你聊出什么特别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已经很有意义啦。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很多的那个东西，很多的观点与这个看法，我觉得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去听的话，我觉得会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性啊。你那个节目其实也没什么人听，没有人看啊，现在是没有人看，我知道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就先做着吧，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这个也是一个要想的问题了。反正我就先看看，看看可不可以先做100个视频出来看看，再看效果吧。你再多找点其他人嘛，不要老揪着我嘛。没有，我找不到一个就是比较好去谈，然后不吵架的，因为你知道其他人都谈着，就好像特别这个性的话题也不一定啊。你看那个谁，那个 Theodore，他也挺好的，他也那个比较，你知道他吧？就那个三狗。可能不知道。哦，就是他头像三狗是狗狗的那个，对，好像没有跟他也对过话，挺那什么的。他懂得好像也挺多的，然后你有些话题你可以跟他多聊聊，我觉得他态度也挺好，声音也比较好听，对吧？可以啊，可以，我经常找一些然后那可以聊的人。对，你不要找那些会跟你吵架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吵起来嘛。哎呀，他们就是他，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问题，他的目的是为了就是抒发情感，你知道吗？对，我明白。他目的不是为了跟你真的探讨这个问题。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内主人太多嘛，然后就有些时候就好像这种性的这种非常敏感的东西，就有时候就很容易牵动的那个人的情绪，然后就开始骂起来了，就很容易。但是就像昨天那样是吧？对呀，所以就说着说就骂起来，就骂到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就因为我们探讨的这些敏感话题就比较难控制嘛，有时候。再说吧，反正我觉得我对我们这个对话也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说什么专业知识或者乱七八糟的，就反正就是就正常的去聊就好了。反正出来的效果好不好，就让那些有机会看到的观众去定论吧。可以，挺好的。那我去吃饭了。那好，谢谢你啊。有点饿了。好，好吗？那下次再聊，好，拜拜。
行吧，我们下次我想想看哈，行吧，下次你要有什么好的话题什么的，也可以先预热一下，先好啊，聊一聊，好啊，好吗？好啊，好，谢谢你啊，行，谢谢你，谢谢你，拜拜。拜拜。